为什么潮涨潮落会跟月亮有关？住在海边的人们一定对涨潮和落潮并不陌生。这种海水周期性涨落的现象，我们也称之为潮汐。其实，早在古代，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起由就非常好奇。东汉时期，王允在《论衡》中写道：“涛之起也，随月生衰。”明确指出潮汐现象与月亮的关系。直到后来，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，才最终证明潮起潮落确实跟月球引力相关。海水被月球吸引，地球表面各点距离月球距离不同，因此所受引力不同。正对月球的地方所受引力较大，海水就会向外膨胀；而背对月球的地方虽然引力小，但是受到的地球自身离心力变大，因此也会膨胀。此时，地球表面的海洋分布像一个橄榄球，有水位升高的涨潮，也有水位降低的潮落。因为地球的自转，水位上升的现象会周期性的向东西两侧传播。当然，太阳引力也会对海洋产生影响，但是作用相较月亮就小多了。综合来说，造成海水涨落的主要原因就是月球引力与地球离心力的合力。知道了涨潮和落潮的原理，也会有人疑问，落潮的水究竟流向了哪里？其实，地球表面的海水总量基本没有变化，退去的海水会流向引力大的地方，形成涨潮，如此循环往复下去。潮汐不仅是自然现象，还是一种可利用能源。在大潮时常发生的地方建立发电站，可以利用潮水涨落形成的水位差，将势能转化为机械能，再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。世界海洋潮汐能蕴藏量大约为27亿千瓦，如全部转化成电能，每年发电量大约为 1.2万亿度。因此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潮汐发电站。我国自1958年以来，也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多个潮汐发电站。除了潮汐发电站，我国的钱塘江大潮也是世界3大涌潮之一，其凶猛壮观的涨潮景象，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去观赏。但是，切记保持观潮距离，毕竟安全第一。